你是李清帝那个孽种！我今天是来杀你的。当年你们毒害我的父亲，今日我替他来讨回一些利息。李清帝，你果然胆大包天。只是你不会以为我父亲不在李家，你便能为所欲为了吧？我父亲之所以放心离开，就是因为我有底气面对一名极境强者。看来你是指望赶来的这些人救你，你觉得你能坚持到他们赶来吗？拦住他！这个李清帝年纪轻轻就有极境的实力，堪称绝世天才。可惜太过狂傲和嚣张，我萧家的云湖山庄存在了100年，竟被他灭掉。此子绝不能留，否则任其成长下去，恐怕日后我们这些古武家族都得向他俯首称臣。我穆家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边南总督，结果死在他的手上。江南杜家是我杜家的分支，李清帝灭了杜家，我若不出手会让人笑话。诸位，这大好时候还是不要提那个孽种，免得影响了大家的兴致。反正那个孽种也没有几天好活了，明日我们到了西北行省就是他的死期。老家主，出事了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老家主，家主他怎么了？是不是李陵对那个孽种出手了？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再三警告过他，不能轻易出手。他怎么不听呢？去给他打电话，就说我要找他通话。你怎么不说话？老家主，他死了。家主被李清帝杀入李家，取了头颅，连您临走时留下来的布置都没来得及动用。你说什么？你敢咒我儿子？属下不敢胡说，这是管家传来的消息。李清帝，老夫要将你办断！3位家主，你们也听到了，犬子被人杀了，请3位随我连夜启程前往西北行省。我李龙海谢过诸位了。李家主放心，这个李清帝简直无法无天，我们这就启程。南叔，李林的头颅。少主长大了，老奴阿南见过少主。之前是老奴的错，竟敢质疑少主。南叔，当年你和我父亲被李家父子所骗，你对人有戒心是很正常的。不只是李林的头颅，用不了多久，李龙海的脑袋我也会一并取来。少主真的是你，如此年轻就能够斩杀李林这位大宗师，少主完全继承了主人的优秀基因。关于我父亲的行踪，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主人应该已经回他的故乡去了。当初李连父子给我们下了毒药，主人杀出李家以后，老奴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不过阿南听主人说过，他的故乡在很遥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强者如云，而血龙珠也是主人从那个地方带来的。你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吗？我是在主人入赘私家之后，才跟随在主人身边的。私家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之前李牧说我父亲是遭到追杀才逃到李家改名李恒的，那么追杀我父亲的又是什么人？私家是你母亲的家族，追杀你父亲的正是你母亲派出的人。我原名思南，乃是私家的一位仆人。当年你父亲和你母亲一见钟情，最终入赘私家，生下了你。后来你母亲知道你父亲身怀血龙珠，逼你父亲把血龙珠送给私家的少主，也就是他的侄儿。可那血龙珠是你父亲要留给你的，所以断然拒绝。
结果你母亲直接翻脸，要强行抢夺。你父亲带着你逃离私家，来到了西北行省，原本想就此隐居下去，谁知又碰到了李家父子。当初你父亲杀出重围，你也消失不见。28年来，老奴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，可惜却一无所获。所以追杀我父亲的是我的亲生母亲，她为了将血龙珠给自己的侄儿，不惜向自己的爱人下杀手，甚至我这个儿子。对了，你母亲名叫司仪人，她可是出了名的冰山美女。几年之前，她来到了西北行省，并找到了我。她还在追寻你父亲的下落，得知你父亲有可能回到了故乡，她便要离去。我问她要不要找你，可她只留下一句话，她说：“不过一个孽种而已。”私家在什么地方？私家位于岭南之地，属于修炼世家。他们的实力很强，古武者的修炼之法其实就是从修炼者手中流传出来的。私家先祖曾是神霄派的副斩教，地位很高。修炼者，少主，修炼者没那么好对付，你千万不可以鲁莽。不管私家是什么存在，来日我自会踏上私家，为父亲也为我讨个说法。对了，南叔，私家的具体位置告诉我。好。小妹，你的琴艺越发高超，而且刚才那曲子中所携带的力量，恐怕修为又有突破了吧？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江南之地有一年轻人飞速崛起，他名叫李清帝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江南之地有一年轻人飞速崛起，他名叫李清帝。名字以及背景都对得上。他出现在楚州之地，好像之前进过监狱，刚刚出来，闯下了一番名声。世俗中的事情，我私家向来不关心。还是家族中一位子弟到世俗购买东西，听说了李清帝这个名字，讲给我听的。是那个孽种。小妹，他应该就是你的儿子，你要不要去见他一面，或者把他接回私家？一个孽种而已。从当初李星河把他带走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。还有，大哥你也不用试探，我一心只为了私家，而且有了木英，我现在只想培养木英。木英流淌着我私家的血脉，又岂是一个孽种可以相比？那伊人，大哥就不耽误你修炼了。李清帝，原本以为你被你爸带回了那个地方，没想到你还留在世俗当中，身负我司伊人的一半基因，在世俗中闯出一些成就也很正常。可惜木英比你更优秀，她的天资足以振兴私家，而你永远无法与她相比。李清帝是谁？为什么姑姑一口一个孽种？小妍，你刚才偷听我和你姑姑谈话了？女儿只是刚好去找姑姑，看到爸在就没有进去，隐约听到了几个字。看来那个孽种的事情还是让你姑姑的心乱了，不然以她的修为，怎么可能发现不了你的存在？爸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吗？你是我私家的大小姐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想必你也听说过你那位素未谋面的姑父。他不是被姑姑追杀，逃离了私家吗？不错，他逃离之时还带着一个孩子，是你姑姑的亲生儿子，名叫李清帝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么这个李清帝该死。为什么？我私家派人追杀他的父亲，这个李清帝若有足够的力量，必定会为他父亲报仇。虽然他是姑姑的儿子，但对私家而言，却是个潜在的威胁，应该彻底清除掉。好，不愧是我女儿。小妍，如果爸给你个任务，让你去悄悄地把他杀了，你愿意吗？当然。你知道爸为什么让你去吗？因为我是您的女儿，是司伊人的侄女，我若杀了李清帝，姑姑不会说什么。可若是私家别的高手，难保姑姑生气之下不会出手杀人。聪明。狱主您来了。今天你给我的那种丹药还有吗？
狱主，难道那3颗丹药你已经炼化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那种丹药药力强悍，正常来说，想要消化掉1颗丹药的能量，最起码要2个月的时间。3颗丹药之力足够半年的修炼了。若是3颗丹药一起吞下，不止身体无法消化那么庞大的能量，而且能量入体很有可能经脉尽毁，甚至身体当场炸开。那3颗丹药我已经炼化了，